荷兰首相鲁特表示，向乌克兰交付首批18架 F-16战机。为保护海底基础设施，荷兰加强对北海监视。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区域连续多次拉响防空警报。乌军在南部方向一天击落3架俄军苏34。继防空型巡防舰开工之后，台湾反潜型巡防舰也即将开工。美国军费再创纪录，签署886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美国空军计划重新启用曾发动投掷原子弹的太平洋机场。为引进新一代陆航战力，美国陆军将削减黑鹰直升机机队。12月22日，荷兰政府表示，已经向乌克兰交付18架 F-16战机，以帮助乌军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当天，荷兰首相鲁特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表示，今天我已经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我国决定向乌克兰交付首批18架 F-16战机。针对先进战机的援助，一直是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这些战机的交付仍在等待荷兰外交部的出口许可，以及乌克兰人员和基础设施是否满足标准，目前还未给出准确时间。但这条消息标志着荷兰将预留足够的资金与人员，为交付战机做好准备。在今年8月份，泽连斯基进行了欧洲之行，荷兰与丹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除了荷兰与丹麦以外，挪威与比利时也宣布了进行战机援助。8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同意在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完成相关培训后，由丹麦与荷兰提供 F-16， 并且还表示，一旦第一批飞行员完成训练，那么乌克兰将立即获得 F-16战机。如今算是兑现了承诺。上个月，荷兰就已经将第一批 F-16战机运送到了罗马尼亚，为乌克兰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提供新的训练设施。以前某些人觉得这是北约在吊着乌克兰，嘴上说援助，但并不进行援助行动，或者是拖延时间。但事实上，战机援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在这其中涉及到多方面。如今，荷兰宣布移交18架 F-16，恰恰说明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飞行员也已经完成战机训练。或许在不久以后，我们可以在乌克兰战场看到 F-16大战俄空天军，只是不知道北约能不能提供一些先进的空空导弹呢？为了保护海底重要基础设施，防止去年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道破坏事件的再次发生，荷兰将加强对北海监视。据防务新闻12月21日的报道，荷兰计划花费最高2.5亿欧元来增强对北海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保护其在北海海底纵横交错的电缆和管道。要知道，在荷兰大陆架上有大约4474公里长的管道和5965公里长的电缆。荷兰政府认为，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对荷兰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具体会如何进行？荷兰国防大臣卡伊莎·奥隆格伦和国务秘书克里斯托夫·范德马特在12月19日致立法者的信函中写道，荷兰国防部将在钻井平台上和海上风力涡轮机上安装摄像头、雷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跟踪器，还要在荷兰能建造自己的卫星设备之前，先通过购买商业卫星设备来增强追踪船只动向的能力。荷兰军方将监视北海责任区附近的海域，以发现可能构成威胁的船只，甚至是计划购买2艘具有水下监测技术的船只，来帮助监视水下活动。荷兰大臣们表示，这2艘船未来还可充当荷兰防空护卫舰和防空导弹运输船使用。突发，美国驻伊拉克使馆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月21日，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区域连续多次拉响防空警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2月14日，财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2日13日晚间7点，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12月8日，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超10枚火箭弹射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区域。12月8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布声明，伊拉克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达尼已经下令成立联合工作组，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声明称，联合工作组由苏达尼直接领导，将对袭击事件肇事者绳之以法。
只是之后就没有新消息流出了，到底是谁做的也成为了一个谜。有意思的是，12月8日袭击事件发生时，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美军阿萨德空军基地也传出爆炸声。之后，伊拉克民兵新伊朗武装承认了自己对阿萨德空军基地的袭击，却没有承认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12月18日，福克斯新闻报道，自10月17日以来，美军驻中东部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了101次袭击。报道称，在伊拉克发生了46次针对美军的单独袭击，在叙利亚发生了55次袭击。乌军一天击落3架俄罗斯苏34，赫尔松方向将取得真正的进展。12月22日，乌克兰空军宣布，在南部方向成功摧毁3架俄军苏34。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在乌克兰广播电台当天的节目中透露，乌军对俄罗斯的苏34已经追捕了很长时间。据说这3架苏34在向南飞行时被击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乌军并没有具体说明使用的武器与具体的击落地点，俄罗斯当局也没有证实这些损失。不过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些照片，声称至少有一个坠机现场，可能由乘坐米8救援的俄罗斯人拍摄。至于具体的击落地点，有分析认为这3架苏34是在赫尔松、恰普林卡与卡兰恰克被击落。同时有媒体认为乌军击落苏34的武器是爱国者，这不禁让火力军想起了乌军在5月份的战绩，一天击落5架俄军战机。乌军在2023年接收了不少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援助的爱国者，而且在12月5日，乌克兰空军声称在黑海西端击落了俄军一架苏 24M。当时就有类似的猜测，这2件事件也可以当作乌军爱国者前移的佐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击落苏34的武器是不是爱国者，都意味着赫尔松地区的局势即将发生改变。苏34算是俄空天军的主力军，不过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军一共损失了22架苏34，俄空天军在战前一共只有112架苏34。新的战机目前正在交付中，联合飞机公司在11月宣布向俄罗斯军方移交了另一批。而乌军频繁击落俄军战机，将彻底改变赫尔松地区的空中现状。在前线无法取得优势的情况下，俄军开始频繁使用苏34加 FAB500的组合，在乌军防空系统之外发射滑翔炸弹，这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乌军在第聂伯河左岸的阵地。12月21日，第聂伯河前线乌军控制的克林基桥头堡就遭到了俄军 FAB1500滑翔炸弹的袭击。不过这3架苏34被击落之后，俄空天军就要考虑一下苏34还能不能继续起飞了。当前的赫尔松战事，俄罗斯已经吃力了。克林基附近，俄罗斯一套 TOS-1A 被摧毁，这已经是1周内的第3套了。俄军已经在第聂伯河左岸遭受了巨大损失。过去一段时间内，乌俄双方的战损比已经超过了1:10，之后俄军战机吃紧，战损比只会更高。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乌军将在赫尔松取得新突破。继防空型巡防舰开工之后，台湾反潜型巡防舰也即将开工，计划在1月下旬举行开工典礼。与防空型相比，反潜型巡航舰上的各式防空反舰导弹的配置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反潜型轻型巡防舰将配备功能强大的先进拖曳阵列声纳，提高海军的联合反潜能力。有关先进拖曳阵列声纳项目，在今年10月底进行的竞标中，通用动力公司的声纳系统获得最高分。至于最后是否选定通用动力作为承包商，军方高层还没有给出消息，仅表示反潜型巡防舰将装备功能最先进的拖曳阵列声纳，战力超过现役军舰各项拖曳声纳系统。反潜型与防空型巡防舰的共通武器配置包括舰首一座76块炮，舰尾一座方阵快炮，舰中两侧更配置一座遥控炮塔式的小口径火炮，另外还有固定式干扰弹及发射系统。不过反潜型巡防舰的主要武器系统没有采用垂直发射系统，装备的反舰导弹采用发射架及弹箱方式，在反舰导弹种类与数量上有比较大的组合空间，可以选择8枚增程型熊3导弹或16枚熊3导弹，也可以选择16枚熊2反舰导弹。此外，反潜型巡防舰的防空火力是16枚舰2型导弹，采用发射架发射系统。反潜型还配备了2座3点装轻型鱼雷发射器，可以携带6枚轻型鱼雷，另将配置4枚空投鱼雷，以强化反潜打击能力。
根据军方计划，反潜型与防空型巡防舰的原型舰都将在2026年10月之前交付海军进行测试。美国军费再创纪录，签署886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据路透社12月22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2日签署了美国国防授权法，该法案批准拨出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用于年度军费开支和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有援助乌克兰和在印太地区进行对抗等国防政策。报道称，该法案是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为数不多的重要立法之一，它涵盖了提高军人工资、购买军舰和飞机以及对外军援等政策的方方面面。据悉，这部近3100页的法案呼吁为军人提薪5.2%，并将国家安全预算总额增加约3%，达到8860亿美元，超过了4月份公布的8420亿美元的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同时也超过了沙特阿拉伯202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比俄罗斯、印度、英国等9国的国防预算总和还要高出20%。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从2022财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就开始实行了新的军费开支计算标准。在新标准下，美国的军费开支将由基础国防预算和补充预算组成，其中国防部提交的预算申请属于基础国防预算，而补充预算则主要用于支付海外应急行动、国内救援减灾等突发事件产生的费用。像美军2022财年的军费开支，除了7422亿美元的基础国防预算外，美国国会还追加拨款了344亿美元，用于支付美军开展的欢迎盟友行动、应对自然灾害、支援乌克兰等军事活动的费用。所以，美国2022财年的实际军费支出为7766亿美元。按照美国国防部之前公布的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概要来看，这高昂的军费将重点发展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加快美军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提升其综合威慑能力。在2024财年，美军打算斥资377亿美元来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加快研制和列装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B-21战略轰炸机、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等，从而全面提升美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同时，美军还计划拿出1700亿美元来采购武器装备，其中大部分用于生产建造新型舰艇和战机，重点提升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能力。其次是持续加强战备建设，做好随处出征的准备。在2024财年，美军拟投入1460亿美元，用于保障各军种部队开展战备训练和演习，提升部队联合作战战备水平。据美国防部披露，当前美军60%的现役部队可在30天内完成海外作战部署，10%的现役部队能够在96小时内实现海外部署，战备水平处于历史高位。针对未来可能的大国冲突，美军还为印太和欧洲2个战区专门拨款，支持其开展战场建设、作战概念检验和盟办能力提升等行动。最后是加大力度投资新兴关键技术。美军认为，军队建设既要满足当前任务要求，也要着眼未来战争需要。在2024财年，美军申请的研发预算高达145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这些研发预算将主要投向3类14个关键技术领域，如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或定向能高超音速技术等，美军已开始应用且仍需持续努力的领域等。除此之外，美国新签署的国防授权法还将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延长到了2026年底，批准在2024年9月30日截止的财年及下一财年为该计划拨款3亿美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日的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声称，美空军计划让位于西太平洋天宁岛上的机场重新投入使用，以增加美军战机在执行任务时的基地选择。他说，天宁岛上的丛林清理工作一旦完成，该岛北部的机场将成为一个大型设施。在美国空军2024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就有为天宁岛建设项目申请的7800万美元拨款。至于天宁岛机场何时会投入使用，威尔斯巴赫没有提及。不过 CNN 注意到，威尔斯巴赫说，如果你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持续关注，就会看到有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天宁岛北部。对于威尔斯巴赫的言论， CNN 称美国太平洋空军向该媒体进行了证实，但未就此事发布正式消息。
美军重启太平洋机场，其实早在今年9月份，美国防务1号网站就曾以美空军正在清理太平洋岛屿上的丛林，以增加机场选择为题，发布了相关报道。当时就报道称，美空军正寻求在太平洋地区建设更多机场，其中包含有对天宁岛老旧机场的清理行动。而且当时威尔斯巴赫也在2023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部队协会航空、太空和网络会议上为清理行动争取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天宁岛是美国2战期间最大的 B-29轰炸机基地，近期美空军也在这里举办过敏捷作战运用演习。据介绍，天宁岛位于关岛附近，与东北亚、东南亚的距离不到3000公里，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战机就是从天宁岛起飞的。按照美军设想，天宁岛机场可以作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补充，能为改道而来的飞机提供场地。若是通过改善岛上的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还可在该岛建设能容纳临时部署部队和发起军事攻击的基地，从而扩大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一举两得。为引进新一代陆航战力，美国陆军将削减黑鹰直升机机队。12月21日 ，Defense News 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航空卓越中心指挥官陆军少将麦克瑞表示，美国陆军正计划将157架黑鹰直升机从现役战力中排除，相当于美军现役黑鹰机队规模的 7.5%。其主要目的是优化现役陆航机队，并且为未来远程突击机争取预算时间。2022年年底，美国陆军选定贝尔公司的 V280 来取代现役的黑鹰，预计在2030年代初开始部署。麦克瑞表示，就通用直升机机队的规模而言，现役机队的数量比2000年预期多了300架以上。因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黑鹰直升机的数量从2004年的1806架大幅度增加到2135架之多。现在将部分黑鹰淘汰，算是维持战备水准与未来采购与部署之间的平衡。随着美军战力框架调整，未来会将黑鹰的数量削减至1978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军不会从处于部署状态或正准备部署的单位开始淘汰黑鹰，而是从协助维持战备水平的辅助单位中，由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开始淘汰。美国陆军也可以趁此机会使得黑鹰机队年轻化，并减少后勤检测压力。而这些淘汰的黑鹰将通过外国军事销售或者其他军备交换与贩售管道出售，初步估计每架黑鹰的售价将在200万美元左右，但目前还没确定开始淘汰的日期与时间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黑鹰会逐渐被取代，但这并不代表放弃黑鹰。美国仍计划对最新型的黑鹰 UH-60M 进行改良与更新作业，从而确保战力维持在一定水平。比如通过改进涡轴发动机计划，将黑鹰的发动机更换成 T901， 只是因为发动机开发、测试以及早期生产阶段的技术和供应链问题，升级工作会稍微推迟一段时间。同时，美国陆军也正计划检查 CH-47支弩干货运机队的规模，确保支弩干与美国陆军的结构相匹配。除了 V280 取代黑鹰之外，美军还准备以未来突击侦察机计划取代现役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目前 FARA 还有塞考斯基与贝尔两组团队竞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黑鹰当前走过的路，阿帕奇不会再走一遍。按照麦克瑞的说法，美军仍然缺少阿帕奇。关于本期资讯，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霍立军，咱们下期再见。